好，在这个 part 当中，我们要介绍系统的种类。我们在这门课当中，我们介绍数位信号处理，也包含了信号本身，也包含了系统的一些说明。然后在这个 part，我们要介绍某些不同信号、不同系统的分类。例如说，我们要分析它是线性，或是它是因果，或者它是一些动态等等之类。那这样的种类的分析会帮助我们之后我们对信号处理，好，对系统的概念更有明确的一些想法。好，至于有哪些分类，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内容。然后我们看到离散系统的分类，那我们来看，首先我们看到静态与动态系统，或是我们把系统分成实变与非实变，也可以看成线性或非线性，然后也可以把系统分类成因果与非因果，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稳定与非稳定系统。好，最后是看成是递回或是非递回。那接下来我们先看第一个静态与动态系统。什么是动态？什么是静态呢？首先，静态系统是说目前输出只与目前输入有关，与过去跟未来的时间的输入没有关系。好，那如果动态系统就是说它不满足我们所谓静态系统的概念。好，那简单来说，我们静态系统它的 y of n 一定要怎么样？跟 s of n 有关系，它不能跟 s of n 加1，例如说这是未来的输入，或是 s of n 减1。这是代表过去的输入有关系，好，所以只有跟 s of n 现在时间的输入有关系，这叫做静态系统。那我们讲非实变与实变系统，那我们来看什么是非实变系统呢？那非实变系统主要是它输入跟输出的关系不会随时间改变。那这边要特别注意说，不会随时间改变。那如果反之，如果随时间改变，那就是实变系统。那如果我们把它非实变系统写成数学式子化，那会是怎么样表示呢？也就是说，我们一个输入 s of n 经过 tau 这个系统之后得到 y 输出。如果我们的输入 delay 好延迟 k 个时间单元，例如说 s of n 减 k， 同样经过这个系统之后 tau 它得到的输出 y of n 应该怎么样？变成 y of n 减 k。如果这样的情况满足的话，我们就说这个系统是非实变系统。也就是说，我们举例来讲，像你的女朋友的话，那一定是实变系统。为什么？今天你跟她说你喜欢，问她喜欢看什么电影呢？她可能跟你说她喜欢看某某电影。那明天你问她同一个问题，她却回答答案可能不一样。虽然同一个问题，你今天问跟昨天问延迟的，例如说1天的时间，但是得到的答案却不一样，代表你女朋友这个系统就是个实变系统嘛。那这个东西当然很简单可以解释。那我们所用的电脑或是我们这堂课所处理的系统当然是要非实变。如果是实变的话，那我们就是增加我们一些困扰。好，那我们这边来看说我们一些例子好不好？那我们这边看一个例子是看一个实变系统的例子。那假设说我们先定义一个东西，假设我们的输入如果是 s of n 减 k， 其实这定义是代表说当我们把输入延迟 k 个时间单元之后，我们经过系统得到的输出叫做 y of n 逗点 k。好，这 y of n 逗点 k 意思就是说，我们把 input 的 delay 时间之后，经过系统得到的输出是 y of n 逗点 k。好，那这边有个例子，我的 y of n 就是这系统是这样，好，等于 s of n 乘上 cosine omega 0 n。那如果我们 y of n 逗点 k， 也就是说我们把输入延迟 k 时间点经过系统的输出应该是什么？就是 s of n 减 k 乘上 cosine omega 0 n 嘛，因为你现在唯一做的只是把输入做时间延迟，所以整个输出 y of n 逗点 k 只会变成 s of n 减 k 乘上 cosine omega 0 n。好，那我们来看，那 y of n 减 k 是什么东西？那 y of n 减 k 就代表说我原本讯号如果是 s of n 输入到系统的时候得到了 y of n， 直接把这输出做时间延迟。好，所以延迟完之后就变成什么？就是 s of n 减 k 乘上 cosine omega 0 of n 减 k。所以这边一比较，我的 y of n 逗点 k 不等于我什么 y of n 减 k。如果这两个相等，就代表我这系统是非实变；如果是不等于，就代表这系统是怎么样？是实变。也就是说，我 y of n 减 k， 我时间延迟后经过系统的输出，不等于直接把系统输出直接延迟的结果，就是代表实变。好，这系统这个例子代表实变。那我们来看一下线性与非线性的例子。那所谓线性系统，就代表说它满足 superposition 的性质。那什么是 superposition 的性质呢？也就是说，我们有两个信号 S1、S2，
分别经过系统得到 y1 跟 y2。那如果我们把输入讯号相加之后，经过系统，我们就可以得到 y1 加 y2。好，这是线性系统的概念。那我们来介绍一个非线性系统的例子。好，那我们主要是谈到用反例来说明，那各位可能会更清楚。这边有个信号，有个系统是 y of n 等于 s 平方。好，那假设我们 s1 的讯号进去的时候，得到 y1 就应该是 s1 of n 的平方嘛，那 y2 就是 s2 of n 的平方。那如果我们把 s1 跟 s2 加起来，经过系统的时候，应该得到这个整个讯号 input 的整个平方，那却不等于原本怎么样 y1 加 y2， 所以很明显的，这个系统 y of n 等于 s 平方，这东西不是个线性的例子。好，这个例子可以说明。那接下来介绍因果与非因果。所以因果系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输出只会跟过去与现在的输入有关系，也就是说，我的 y of n 的输出只会跟 s of n 或是 s of n 减什么东西跟过去的输入有关系。好，如果非因果就代表说不满足因果的定义，就是代表是非因果嘛。好，那非因果例子，我们再举一个反例来说明，用非因果来说明，各位可以比较清楚知道说，什么是非因果？假设我有一个系统是 y of n 等于 s 负 n， 那这系统是因果还是非因果呢？我们这边做个举例，如果当 n 等于负1的时候，是否就是代表说 y of 负1等于 s of 1嘛？那这边看到目前时间的输出是负1时间，就是 y of 负1。好，目前输出是负1的这个时间，但是这个 y of 负1的时间输出却跟 s of 1的时间输入有关系，代表说它现在负1时间点的输出跟未来的输入有关系，就是 s of 1，所以这系统很显然就是非因果系统。好，接下来介绍稳定与非稳定系统。那所谓稳定系统，我们通常指就是 BIBO， 就是有限输入、有限输出，好 ，bounded input and bounded output 这样的稳定的系统。那有限输入、有限输出，那它所谓 BIBO 系统写成数学式子，也就是说，我一个系统的输入 s of n 是小于无穷大。所以我的 y of n 也是小于无穷大，这系统叫 BIBO 稳定系统。那我们举一个非稳定系统的例子给各位看一下。那这边有个式子哈，是一个系统。假设我们的输入 s of n 是一个 c 乘上 delta of n， 那 delta of n 我们之前学过，它是个 unit sample， 也就是说它在 n 等于0的时候会有一个 sample 是1这样的一个信号。那假设我们用这样一个有限输入的 input 给这个系统。得到了 y， 当 n 等于无穷大的时候，这系统会稳定吗？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输入是有限，当我们 y 0的时候，它大概就等于 c 嘛，因为我们把这个 s of n 带进去，它 y 0就很明显就是 c。我们 y1 是不是可以写成它是 y 0的平方加上 s1， 也就是说，因为 s1 是0，那 y 0的平方就是 c 平方。那以此类推，我们就会得到说，y3、y2、y3， 甚至得到 yn， 那 yn 的整理的结果就是 c 的2n 次方。所以当 n 大于无穷，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y of n 是无限的。也就是说，这系统的输入是有限的，就是 delta function， 就是它的 unit sample function， 但它输出怎么样，却是无限的。这就是一个非稳定系统的一个例子说明。好，那接着介绍我们递回与非递回。那这边所谓递回与非递回系统，我想很明显看到，递回就是怎么样，输出是输入的一部分。那非递回怎么样？输出不是输入的一部分，看起来很老舍。我们用一个图形来说明。那等于说，递回系统就是像图上看到的，我们输出会再拉回到系统去，当成一部分的输入，这叫做递回系统。那如果非递回，就是说我的输出不再拉回我的输入，当成输入的一部分，这就是非递回系统。各位同学，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介绍了一些系统的种类，也包含了线性、非线性，还有因果以及非因果，还有动态、静态等等。我相信这些系统的种类会帮助各位同学在往后课程的介绍，因为我们在后面课程会提到我们的滤波器通常都是一个线性非时变的滤波器。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的线性非时变呢？当然跟它的性质有关系，也就是说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系统在分析上以及运算上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女朋友的例子，如果我们系统是一个时变的系统，我相信各位也没办法来做计算。对不对？因为它是会随着时间改变，好，输入输出的关系会随时间改变。好，那最后我们这边做了结束，那我们下一个 part 我们要来介绍说我们系统好它的一些稳定度的分析。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下去吧。